小編萬萬沒想到，2026年開年第一炸竟然是殲35產能爆發的消息。聽到這，如果第一反應是好消息，其實完全沒看懂這一步有多急，因為真正的問題早就不是造不造，而是還來不來得及。當一款5代機開始拼產能的時候，通常只意味着一件事：舊方案已經扛不住了。殲35不是來炫技的，而是來接力的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星球熱點，國際大事從不缺席，輿論場中抽絲剝繭，聚焦獨家中國資訊，點讚、訂閱加小鈴鐺，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。很多網友好奇，為什麼這次的殲35不是作戰時的灰色塗裝，反而穿着亮眼的綠衣服？其實這層綠色底漆大有講究，是戰機量產前的標準配置。它的核心作用有2個，一是防腐防護。殲35作為要登上航母的艦載機，長期面臨海洋高鹽高濕環境，這層特殊配方的綠漆能像防護盾一樣隔絕濕氣鹽分，避免機身金屬結構鏽蝕。二是便於檢測，鮮豔的綠色能讓工程師快速發現試飛中可能出現的細微劃痕、變形，大幅提升檢修效率。除了綠色外衣，不少軍迷還發現了殲35身上出現的2個細節變化。第一個是尾噴口的變化，和之前的原型機相比差異明顯。不少人猜測它已經換上了國產渦扇19發動機，作為專門為5代中輕型戰機研發的核心動力，渦扇19的性能一直是軍迷關注的焦點。單台加力推力可達11.6噸，2台合計23.2噸，推重比超過10。這樣的參數讓殲35的最大起飛重量能接近30噸，作戰半徑突破1350公里，還能完成單發動機落葉飄這種高難度過失速機動。更關鍵的是，渦扇19總師黃維納去年當選工程院院士，這在業內被看作是發動機技術成熟的重要信號。再結合航發動力的財務報告，渦扇19計劃2026年大規模生產，比原計劃提前1年，顯然是為了匹配殲35的量產節奏。不過，小編覺得，目前殲35可能還處於過渡發動機與目標發動機並行測試的階段，部分機型仍在用渦扇13E做基礎科目驗證。畢竟，發動機和飛控系統、機身結構的適配需要長期磨合，最終是否全面換裝，還得等官方正式通報。第二個爭議點是殲35背部的倒梯形蓋板，邊緣有精密密封膠條，中間疑似有接口結構。有軍迷認為這是新增的硬管受油口。硬管加油速度是軟管的2到3倍，每分鐘能輸送100公斤以上燃油，受氣流影響小，特別適合艦載機在海上複雜環境下快速補油。要是真能配備，殲35的作戰半徑能再提升30%。但反對者也有道理，目前全球艦載機都沒有背部硬管受油的設計，航母甲板空間有限，精準對接難度大，一旦失誤容易損壞設備。小編猜測，這個蓋板更可能是電子設備艙。5代機需要搭載大量雷達和電子戰系統，背部是安置額外傳感器或通信設備的理想位置。殲35要兼顧海空軍需求，擴充電子戰能力也在情理之中。不過，不管是哪種設計，都能看出殲35的性能還在持續優化，正在朝着多功能全天候的方向迭代。而比起這些細節變化，小編覺得更讓人振奮的是殲35背後的量產實力。據遼寧日報披露，沈飛位於沈北新區的新總裝廠區核心廠房，2025年6月已經竣工。79平方公里的超級廠區裡，藏着4條專門為殲35打造的脈動生產線。這種生產線徹底改變了傳統工人圍着飛機轉的模式，讓飛機沿着固定軌道移動，每個工位只完成單一工序，就像造汽車一樣實現流水線生產。再加上模塊化設計的應用，機身、機翼、雷達艙等部件能在不同車間同步制造，最後在總裝線匯合，生產效率直接提升3倍以上。更硬核的是新廠區的黑科技，13.6萬平方米的複合材料車間裡，機械臂精準完成機翼蒙皮鋪貼；3.1萬平方米的增材制造中心裡，3D 打印技術讓關鍵部件的零件數量減少50%，制造周期縮短90%。而且中科院金屬研究所研發的3D 打印鈦合金材料，疲勞強度打破世界紀錄。殲35的機翼折疊機構、尾鈎，甚至未來的起落架，都能靠3D 打印制造。有了這樣的硬件支撐，殲35的產能自然值得期待。之前殲16作為4代重型機，一年能穩定生產40架；殲15作為艦載機，受多種限制，一年也能造30架。而殲35技術更成熟，
生產線更集中，還打通了全產業鏈的智能化管控。小編覺得，滿負荷運轉下，一年造60到70架完全是常規操作。要是供應鏈磨合到位，年產量突破100架甚至150架，也並非不可能。隨着殲35量產節奏的加快，一個關鍵問題來了：這款5代機到底需要造多少？什麼時候會走出國門，成為國際軍貿市場的新玩家？咱們先來看看國內的剛需缺口。對海軍而言，福建艦作為電子彈射航母，迫切需要配套的隱形艦載機，才能發揮出完整戰力。遼寧艦、山東艦也需要殲35與殲 15B 形成高低搭配，應對周邊海域越來越密集的 F-35 為奢望。美國海軍經常把2艘核動力航母、1艘搭載 F-35B 的2棲攻擊艦部署在東亞海域，形成高密度艦載機威懾。這種代差帶來的壓力，讓殲35的換裝刻不容緩。殲15作為功勳機型，雖然還能承擔作戰任務，但作為非隱身4代機，雷達反射面積是殲35的數十倍，在超視距對抗中很容易處於被動。而 F-35搭載的有源相控陣雷達探測距離突破160公里，配套的 AIM-120空空導彈射程同樣達到160公里級別，能實現發現即鎖定，鎖定即摧毀。這種看得見對方卻可能先被擊中的差距，在實戰中就是生死之別。這也是海軍急需殲35加盟的核心原因。空軍的需求同樣旺盛，殲20作為中國5代重型機的天花板，最大速度2.5馬赫，航程2000公里，隱身和航電性能頂尖，但造價昂貴。造一架殲20的成本差不多能頂2架殲35，而殲35作為性價比之王，最大速度1.8馬赫，作戰半徑1200公里，搭載國產有源相控陣雷達和射程145公里的 PL-15E 空空導彈，足以應對大部分空中威脅，自然成為空軍的搶手貨。更關鍵的是，國內戰機正迎來退休潮。本世紀交付的殲7G 等機型即將迎來30年服役大關，這些戰機不僅機體結構老化，零部件耗損嚴重，航電系統還停留在上世紀水平。面對現代戰場的複雜電磁環境和隱身目標，幾乎難以發揮有效戰力。這些老舊戰機退出一線後留下的缺口，都需要殲35來填補。有消息稱，殲35已經明確10年1000架的需求目標，分攤下來年均產量要穩定在100架左右。小編覺得這個目標很務實，沈飛新廠房的年產能峰值能達到120架以上，完全能滿足需求。而且隨着殲15、殲16的訂單逐步穩定，老廠房的產能可以逐步騰挪，形成老廠穩產、新廠爆發的格局，既保證現有裝備的供應，又能全力推進殲35的量產。不過大家也不用覺得造得越多越好，殲35的外貿客戶目前沒有 F-35那麼多。有分析認為，其總出口量能到300架就已經是上限。如果盲目追求和 F-35相當的產量，很可能出現自己用不完又賣不出去的情況，既浪費資源又占用產能。而且從長遠來看，殲35的黃金生產窗口期只有6到7年，去年殲50已經公開亮相。按照中國戰機從首飛到量產5到8年的周期推算，6代機大概率會在2030年左右量產，到時候殲35就會逐步讓出主力位置，退居2線承擔輔助任務。所以殲35的核心使命是在6代機到來前的關鍵期完成海空軍的更新換代，同時守住並拓展外貿市場基本盤。說到出口，這也是軍迷最關心的話題。殲35什麼時候會走出國門？首先要明確的是，中國戰機出口一直遵循不干涉他國內政、符合聯合國憲章的原則，而且通常是先滿足國內需求，再考慮出口。目前殲35剛開啟量產，國內海空軍的換裝需求還很迫切，短時間內應該不會大規模出口。小編猜測，最早可能在2028年後。等國內核心需求得到一定滿足，生產線產能穩定後，才會推出出口版本。從潛在客戶來看，巴基斯坦作為中國傳統軍貿夥伴，對5代機有迫切需求，很可能成為殲35出口的優先考慮對象。此外，中東、拉美等地區的部分國家也在尋求替代 F-35的5代機選項。殲35的高性價比和可靠性能，對這些國家有不小的吸引力。不過，出口版殲35可能會在部分配置上進行調整，比如航電系統、武器系統等，以符合國際軍貿規則，同時保護核心技術。而且，中國戰機出口向來注重配套服務，從培訓、維修到零部件供應，都會提供完整的解決方案。
這也是殲35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所在。回望中國戰機出口的歷程，從早期的殲7、梟龍到如今即將走向國際的殲35，每一步都見證着中國航空工業的進步。梟龍戰機在巴基斯坦的優異表現，已經為中國戰機出口積累了良好口碑。相信殲35憑借先進的性能、可靠的質量和合理的價格，一定能在國際市場上佔據一席之地。好了，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。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，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，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。關注我的頻道，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，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。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。